怎么了？老夫人用命人把井给封了。这么快？秦安适才公认，杨氏是被拐卖的，之前也确实曾嫁人生子。秦安贪图其美色，马来之后就一直将她关在后宅。杨氏直至投井自尽，都从未离开过府门。可秦老夫人明知道我去问了秦安口供，却还那么着急封井。看来，她想要掩盖的，并不是杨氏之死，而是这口井。这是勘验师发现的一节掌骨。根据骨质推算，这应是尚未及笄的女子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井中还有尸骨？可那日是白风亲自下的井，若还有尸骨，他不可能没有发现。秦离那时对我说，紫竹林这口井原本是口水井，后来不知为何就变成了枯井。难不成是有人在杨氏自尽之前填了这口井，用以掩盖恶行，这样就谁都发现不了了？混账！我即刻命人刨开，重新勘察井点。母亲，出了天大的祸事了！严池把那井又挖开了。他还下令把秦府整个都围起来，只许进不许出。霍大人不是说早查完了吗？怎么又？霍大人说，仵作验骨时发现了少女的骨头。祖母，这是忠永侯府的老宅，他严池怎么敢？怎么敢？母亲，你赶紧想想法子呀！彩娥，赶紧去把我的大斗篷拿来。晨儿，你跟他们讲，我突然患了急症，要出府就医，赶紧把你父亲送出府去，快！是，快去！母亲，您不是说太子跟忠永侯会护着咱们的吗？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我的儿啊，早知道今天合并当初啊！请。父亲，不，三老爷，以前曾有个院子，专门用来养着那些买来的女孩，教她们各种才艺。后来老夫人突然有一天就把那个院子给封了，那些女孩也就都不知去向了。你是说，那些井底的女尸，就是？以前我也不知道，后来有一天半夜我跑出去想偷东西吃，经过紫竹林的时候，就看到刘春夹着一个卷起来的草席。第二天，老夫人就下令把养小丫头的院子给封了，紫竹林那口井也就成了枯井。这些事发生时，杨姨娘可以进府？哦，没有。院子被封了以后，三老爷就不怎么回家，老夫人没了办法，才准杨姨娘进府的。你可知杨姨娘为何自尽？算是与八姨娘有关吧。杨姨娘甚是美貌，一度很得三老爷的宠爱，时常为她作画。不过她总是郁郁寡欢的，也不逢迎三老爷。三老爷一生气就不让她出院子。
八姨娘进府后，杨姨娘越发失了宠，倒因此得了自由。官女孩那个小院子被封后，除了三老爷的亲信刘春，谁都不能进去。杨姨娘经常去那个小院外站着，一站就是半天，我就总是去那儿偷看她。失踪10年的杨家主母，与杨姨娘各方面吻合。杨家主母生得貌美，又是与女儿一同失踪，当时就有传言，说是杨家主母携女一同与人私逃。说杨姨娘就是失踪的杨家主母，那我哥刚才说的神秘小院里，很可能就囚禁着杨姨娘的女儿。神秘小院已经被拆了。还有，邻居们说，杨氏极为疼爱女儿，若是秦安用女儿要挟她入府为妾，她定然不敢不从。可杨姨娘外出时已20多岁，又带着女儿，怎会突然失踪？后来又落到秦安手里？这些事，待我审问秦安，便能知晓。根据杨县卷宗记录，失踪的杨家女儿大约11、12岁，生有6指。民间传说，生有6指之人是天降福星，所以杨县有很多人都知道杨家女儿生了6指一事。6指，我知道了，那是怀胎时就有的坠生指，1000人中都难于一个。那这就足以说明，失踪的杨家主母就是杨姨娘。可我们已发现的手骨中，没有任何一处有坠生指的痕迹。这最后的清理核算是我亲自监督，可确保没有遗漏，除非另有藏骨之处。哪有什么死人？井里边怎么会有死人呢？快拉上来！赶紧拉！六姐姐没有看错，花棚的井离紫竹林最近，两井之间会有水道相通。紫竹林地势较高，被掩埋的尸骨很可能会顺着地下水道流向花棚井下。快命人挖看花棚的井！给我。兄弟们，加把劲儿，把差事办好了。这个月的月俸加1两，不，加2两。是。连兄弟们和私房钱都用上了，霍大人这回可真是豁出去了。他的治下连出不赦大案，就算是为了头顶乌纱，他也得豁得出去。加把劲啊！加把劲儿！头骨，那13个少女可都是被你所害。不是我，我只是让他们把身子不好的处理掉。刘春，是刘春，刘春给他们喂的蒙汗药，然后扔到井里去了。你就让他们在井里活活等死？我也想给他们个痛快呀，可砒霜这东西有官府管制啊。禽兽！你先后在牙行买了13个丫头，这么多年，竟无一人家属来秦府探望，也无人过问他们的死，这不是正经牙行的做派。你是在哪家牙行买的？我说是清源典当行。可是分号遍布大周全境的清源典当行。他们知道我的喜好，会定期把拐来的女子送到我府上。一家典当行，为何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啊？名为典当行，实则是为了权贵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既收获了人脉，又掌握了权贵的阴私把柄。莫非那杨氏母女也是被典当行拐来的？本来只拐了个小的，谁知道那杨氏爱女心切，一路找了过来。
我去接货的时候啊，他们正要杀杨氏，这杨氏见到是我买了他女儿，便苦苦哀求要和他女儿一块儿进府。我见她生得貌美，便把他们母女俩一块儿都买了。他就是个傻子，那个小东西在哪儿，他就在哪儿。我拿那个小东西吓唬他一下，他就什么都愿意干。你放开我！不要让这猪狗不如的东西尝尝钻心蚀骨的滋味。白凤，这个事交给白凤，不要脏了你的手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老爷，主子，你的手。这点小伤，别动，杨梅中会经血液传染。婉星，药香。是。对不起，老夫人呢，为了这口熏井心慌了2天。这不，今早霍大人一发话说勘察完毕了，就立刻让我带人把这口井给封上了。宠封枯井，宠封，这石板应该就是封井用的镇妖石。看苔藓的长势，这石板应是刚被移开不久。此处是秦府的禁地，谁会闲来无事将这镇妖石给移开？我想，我们漏掉了秦府的第一个案子。是连夜案吗？不，是偷移镇妖石案。无论是刘春之死，还是引导我们去寻找杨氏母女的遗骸，凶手必须要移开镇妖石才可实施。所以，偷移镇妖石才是复仇的第一步。如此算来，凶手从准备到出手杀人，竟隐忍了这么久。是啊，10几年来，秦府上下只有刘春可以公开进出紫竹林。凶手想要不为人知的偷移镇妖石，必须要得到刘春的配合。可这刘春又是秦老夫人和秦安的心腹，想要获得她的信任可不容易。由此可见，凶手的心性、城府，着实不容小觑。可那镇妖石，至少需要4、5个壮汉才可移动。凶手就算有刘春相助，也不过是2个人，是如何能移开那重逾1000斤的镇妖石？而且移开镇妖石后，他为何不立刻对八姨娘和刘春出手？他在等什么？恐怕是在等我们。我们？安阳侯府新娘案后，我曾发现有人在监视你。与其说是监视，倒不如说是等待，等待一个将他布局展开的机会。若没有你的勘验之术，八姨娘的真正死因会被秦老夫人给掩盖过去。若没有我这个亲王世子，新上任的按察使霍怀信也不敢得罪秦府，凶手的计划根本没有办法推进。可正因为你我2人合作，让凶手的布局得以顺利实施，揪出了秦安这个罪魁祸首。凶手就像一个老练的猎人，忍耐许久，要的就是一击毙命。如此说来，连夜与杨氏母女毫无关系，她的死并不在凶手的计划内。回想连夜遇害当晚，刘春赶到后，特意去看了死者的尸身，像是要确认死者的身份。连夜，说明刘春根本不知死者是连夜。连夜被害时，刘春肯定不在紫竹林里。可惜我没有办法得知连夜生前究竟见到了什么。大哥，这么晚他来紫竹林干什么？这不可能啊！大哥他不可能杀人呐！果然。那天我正急着找你看病，只是看见大哥进了紫竹林，也许大哥掌管府中诸事，向来严谨。连夜明明死于凶杀，大哥为名声也好，为自身也罢，为何毫无作为？二哥可知大哥心中另有所爱？
上房那几个丫头和霍大人说，莲叶比彩荷进府早，但老夫人直接越过莲叶，把彩荷提了一等。莲叶心里不服气，一心想找到彩荷的把柄。莲叶被害当晚，彩荷说是去针线房，莲叶紧跟着她离了院子。可是针线房的人却说，那晚既未见过彩荷，也未见过莲叶。身为老夫人最信重的一等丫鬟，又是无父无母的孤儿，彩荷那晚到底去了哪儿？九妹妹，你就别说了。秦二哥告诉我，这画上的女子是谁？是彩荷。聪明。大哥，你不要再错上加错。我没错。住手！留他性命！婉幸，稍稍麾下影妻，护主来迟，还请九娘子责罚。走水了！祠堂走水了！祠堂，老夫人还在祠堂里呢！快！糟了！彩荷，彩荷在哪儿？彩荷！婉幸。快来人呐！着火了！快来人呐！着火了！快点！快来人呐！快点救火呀！着火了！别愣着，去打水呀！是，快走！救火！那边！大人，这祠堂四处都泼了桐油，泼水没用啊！你说那些有什么用啊？快想办法！是，彩荷，为什么不救人？彩荷呢？为什么不救人？现在火势太猛了，进不去呀！收起来！凌虐我幼妹，欺辱我母，烧死我父，害我家破人亡，把姨娘柳氏，害我母亲投井，管家刘纯，杀人害命，为虎作伥。老夫人佛口蛇心，我杨氏彩荷入府5年，直至今日才报此血海深仇。我要让秦安亲眼看着秦家断子绝孙，宁死不悔。
为什么会在里面？是彩荷把娘子骗过来的，救救娘子吧，她还怀着你的孩子呢。快给我解绳子！晨儿，晨儿啊，新兰还在里面，她都快生了呀！我那没见面的孙儿啊，孙儿啊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新兰，晨儿，哎呀，快救救晨儿！快来人啊！有没有人啊？秦万，快来人救火呀！秦真干的。没关系，不要紧的，先救火吧。我大嫂还在里面，她还怀着孩子呢。若再不出来，恐怕就……小婉儿，小婉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来凑什么热闹？听说秦府走水了，祖母担心死了，让我来这看看小婉儿。新兰，祖母，祖母，祖母，快去，马上帮你解开。救新兰，救孩子。新兰，新兰，新兰，怎么样？孩子保不住了，救孩子。祖母，你等等我。新兰，我带你走啊。跟我走，照顾好他。对不起。我为你报仇。杀人！你为什么要骗我？难道你我之间都是假的吗？都是假的，一切都是假的。从一开始我就在骗你，在我心里，你从始至终都是我仇人的儿子。让你亲眼看着你父亲变成一滩烂肉，再和我一起下地狱！不！你骗我的！你说你是爱我的对吗？你是爱我的对吗？你是爱我的对吗？你说你是爱我的！你说！